刚与中国签署协议，蒙古国总理扭头支援美国，不用着急，中俄不答应，他们就搞不定。大家好，我是肖印华。前不久，中蒙两国的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。对这次续签，无论怎么看，中蒙两国也算是加强了关系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续签完协议还没有2天，蒙古国的总理就访问了美国，谈稀土合作。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如果实质损害了中国的利益，这件事就得另说了。据环球网报道，近日蒙古国总理奥云戈尔登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表示，蒙古国将与美国深化在稀土开采方面的合作。除此之外，有媒体指出，美国副总理哈里斯与蒙古国总理奥云戈尔登会晤时表示，美国与蒙古国将签署开放天空协议，把加强两国稀土合作以及签署开放天空协议结合起来看。我们可以发现，美国或许是想通过空运的方式把蒙古国的稀土运输出去，以满足自身的需求。稀土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，涉及到很多重要的领域，尤其在军工领域被广泛运用。比如美国的 F-35 战机身上就有多个核心部件用到稀土，不用都不行。原本中国是世界第一稀土出口大国，大多数国家高度依赖中国进口，美国也不例外。为了反击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粗暴打压，中国终于开始反击，宣布针对镓和锗等金属物实施出口管制。这一招可谓是精准击中了美国的七寸。如果美方还要坚持打新冷战，就不排除中方会收紧其他稀土金属的出口。这就是大国博弈。为了减少风险，美国想起了蒙古国，该国稀土资源多得惊人，储存量位居世界第2。不得不说，美国从蒙古获得稀土确实没做错，只是美国没有考虑清楚一个问题：蒙古是内陆国家，被中俄两国紧紧包围着，并没有出海港口，所以想将稀土运出去，要么空运，要么就得依靠铁路。最后借中俄两国港口出海，但不管是哪种方式，都得中俄两国答应才行。只要中俄不答应，蒙古国就算拥有再多的稀土资源也运不出去。当然了，俄罗斯暂且不说，我国现阶段是不大可能禁止蒙古国将稀土外运的。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，蒙古国将这些稀土运出去，支援美国制造尖端武器来威胁中国，实质上是损害中国的利益。至少中方反击美国高科技打压的力道会被削弱。到时候不说完全禁止，但针对蒙古国过境货物收取过境税行不行？或者针对蒙古国稀土收取特别关税行不行？中国有招收拾他们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或许有网友认为这种做法岂不是在资敌呢？可能大家对稀土不太了解，普通稀土不值钱，具有战略价值的经过加工后的中高端稀土，这些稀土才能够被应用到军事武器上。所以美国就算获得大量稀土，也缺少加工的技术，最终到底有多大影响，我们还要继续观察，警惕任何对我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可能性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